Hello， 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 Highlight 荧光笔工作室。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大马跳水天后大豆潘德雷拉呢就在世界游泳锦标赛当中竞争巴黎奥运参赛资格，最后呢很可惜啊是失败告终的。那就有记者呢在机场采访他的时候呢，他就透露了近年来啊队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他们这一些资深的选手还有后辈的这一个跳水选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这一段话呢，在当下呢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整个情况，只是表示呢会和青年体育部长的杨巧双呢见面详谈。那但是呢，他的这一番言论呢，马上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游泳总会呢也回应，表示呢对他的说法感到震惊。那游泳总会的秘书啊刘锡生呢就表示，潘德雷拉所说的只是他没有办法获得奥运资格后的借口，因为呢先前呢游总呢都经常和小潘等人会面，从来就不曾听他说过有任何的不满啊，或者是有提出什么样子的建议。但是呢，当被问到小潘说不退休这件事情，他的回答是没问题啊，这是人们的权利啊，你不要退役的话，要跳到60岁呢也是能够接受。但是呢，如果你达不到国家体育协会呢所定下的这个 KPI， 也就是关键绩效指标的话，那你应该知道门在哪里。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呢很熟悉？这样啊，有没有像是那种所有的社畜呢，在工作环境里面战战兢兢，在职场上打拼，担心一不小心就保不住饭碗哦。那我们都知道呢，付出和收获是不一定会成为正比的。但是呢，在这个只在乎结果的现实社会当中，体坛可能就是最好反映出现实社会的残酷缩影。今天呢，我们荧光笔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啊，这个马来西亚运动员还有体育协会之间的爱恨情仇，不是，是爱恨纠葛。纠葛就这样哦，然後情仇就是我愛你，你唔愛我。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其实呢，后续啊，针对潘德雷拉还有游泳总会之间的这个事件呢，大马青年体育部长呢杨巧双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有透露，他呢就已经和这个潘德雷拉啦还有努达比达呢见面了。小潘就强调呢，当他从这个杜哈回来的时候呢，媒体不是向他提出了几道问题吗？而他当时候的回答当中呢，其实并没有暗示这有第三方或者是有哪些单位的干涉。无论如何，杨巧双认为啊，大马游泳总会还有跳水选手以及教练之间的沟通呢是有待加强的。他也将会和大马游泳总会商讨这起事件，而沟通有待加强这件事呢，我们是绝对赞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件，经体部削减预算，不但导致144名运动员被解约，现役运动员的津贴也被大幅削减。2022年的1月初呢，大马体坛上也曾经丢下一颗震撼弹，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当时候的青体部旗下的体育理事会就宣布，因为不够budget，他们决定开除144名的国家队选手。那令人惊讶的是呢，涉及的运动员名单里面呢，不乏一些响当当的这一些运动员，像是跳水世界冠军张俊宏、前大马壁球一姐刘威文，还有这个奥运短跑选手 Zaida Tu 等等。那再来呢，体育理事会处理的方式呢，也是令人感到非常的疑惑的。除了张俊宏他是从记者的口中才知道自己是不被续约之外这个刘威文呢，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更是抨击说有关单位呢，甚至是没有跟运动员进行简单的对话，而他要求面对面的去商讨，也被拒绝。整个处理过程并不正确，就算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公司至少都会提前1个月的通知。那如果连他因为登上世界前5的运动员都能够如此轻易的被削掉，那么其他人还有什么希望呢？哪一个父母还会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职业运动员呢？那看到这里，你会不会其实想问所以那个体育理事会到底是什么咖来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轻轻猜猜的对待我们这些就是代表着国家至高荣耀的运动员呢？首先，你一定要认识的是马来西亚青年级体育部，也就是这个 KBS。
这个政府部门呢，主要是管青少年啦、体育运动啦、娱乐啦、休闲啦、体育场啦、青年发展啦以及青年组织的。那底下呢就有好几个部门，而其中呢就有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国家体育理事会 Majlis Sukan Negara Malaysia MSN 啊，不是那个咚咚咚咚，又出卖我的年龄了。体育理事会呢，作为主要监管机构，掌握着我们马来西亚的体育发展方针，包括了最重要的钱。那体育项目呢有千百种嘛，每一个体育项目呢要争取金额有限的政府拨款，可是一点都不容易的哦。最后呢都必须要用成绩来证明或者是争取的。前国家体育研究院副执行长 Dr. Ahmad Zawawi 就曾经指出，每一年呢都会有不同的体育总会会申请更多的发展基金，大家呢都会说啊，因为基金不足，所以我们的表现呢很难更上一层楼。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他的回应是，当这些总会无止境的以同一个理由来索求这个拨款的时候，我就会想要问他们，到底要政府资助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自立？阿曼扎瓦比还说啊，政府所发放的这个体育经费也是 limited 的，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所有的计划都一视同仁。大家就得承认的是，不是每一项运动都有如我们的羽球还有壁球这样有辉煌的表现。所以呢，他认为其他的运动协会应该要自力更生，以表现作为谈判的资本，去找赞助商来支持这项运动，而不是只是依赖政府。要知道呢，大家每一次呢关注运动员的薪资呢，其实在这个节点上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分歧。像是我们马来西亚成绩数一数二的运动项目，也就是羽毛球，也因为呢是奥运赛事之一，自然得到的关注会比其他的运动来得多。马来西亚羽球总会前总经理周赐福呢，就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接受访问，透露过，羽总根据世界排名给予这个羽球国手每个月的津贴呢，是从最低的2500令吉到最高有15000令吉。另外呢，你只要达到 KPI 或者是在大赛上赢得奖牌，就会再分发奖金。而在比赛当中所赢得的奖金呢，也会全部归球员所有。那相较于热门的羽球，那其他运动种类的国手的待遇就不算是优渥了。像是篮球，运动员的收入源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篮球总会以及各州的篮球总会，有时候呢会根据练球的次数来决定收入的多寡，或许呢只有区区的几百令吉而已。所以呢，当国家给予的这个资源还有付出不成正比的时候啊，运动员可能就会因为经费少，只能待在国内训练，很少会有机会跟其他国家的选手去切磋，也就没有办法了解甚至提升自己的实力程度。再来的就是培训机制还有培训环境。中国羽球队的这个总教练李永波呢，曾经有过一个说法啊，李宗伟如果是我们的球员啊，可能早就是世界冠军了。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他的这个说法非常的傲慢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留言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啊，会不会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啊，欠缺的不是一个像李永波的教练，而是一个完善的训练体制呢？而前国家跳水队教练呢杨柱良就曾经批评马来西亚训练中心啊，常年失修，跳水板啊那种器具等等啊都有安全的问题。而且呢，大马的运动员呢很常一勾打上勾，像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这个跳水公主潘德雷拉，她一个人呢就曾经在奥运参加了好几个项目，包括了10公尺跳台个人、3公尺跳板双人以及10公尺跳台双人。这种一人包办多个项目的运动员啊，可以说是大马体坛独有的现象。那这呢也造成了运动员呢为了要兼顾各方面的表现，其实是很难做到精这件事的。好，就算是你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呢，真的成功了，恭喜啊哈！但是呢，运动员的平均运动寿命呢非常的短暂，而且受伤率极高。但是呢，又因为没有完善的这个退休制度，所以呢，有很多的国家运动员呢都很容易遇到前景不明的这个命运。就像是羽球女王吴柳莹呢就曾经分享啊，就算是连羽球运动这个比较主流的运动项目的球员待遇比较好，最后都会难逃同样的困境。有一些球员呢也打算以后啊要做一些小生意，有一些呢则打算回去大学读书，也有一些呢打算呢转做教练。那虽然呢国家运动员是可以获得免费的大学教育，不过你想想哦，30几岁的时候呢才回去校园里面从头再来，毕业后呢也比一般人呢更晚起步。你有信心跟上社会急速的步伐吗？而且啊，这些球员呢一批又一批的毕业，又可以有多少个教练的职位呢？像是去年年初就有一名本地创作者呢在 TikTok 上发布了一段影片，他内容呢就讲述他遇见了前马来西亚残障游泳国手许丽萍在街头贩售纸巾和纸巾袋。许丽萍呢曾经在2001年到2005年期间呢，代表着马来西亚到东南亚残障运动会夺得了
7金3银的这个好成绩。但是呢，我们在影片中呢就可以看到呢，许丽萍坐在轮椅上，身穿着2017年的东协残奥会的 T 恤，她的脖子上挂着5面的奖牌。她解释说：“我没有选择，我必须为了生活，而且现在东西越来越贵，我得靠我自己。每个月有许多的账单要付。”那虽然呢，这不是许丽萍第一次被媒体报道，当时呢，这段影片还是引起了非常多的网友的关注，并且呢，呼吁青体部还有大马残奥理会以及国家运动员福利基金会去关注。其实除了许丽萍呢，还有曾经在6届东南亚残障运动会中贡献的5面金牌的运动员Mohammad Radwan 也被民众呢发现在油站打工。那诸如此类的例子呢比比皆是。那这时如果我们查阅国家体育理事会的这个奖励制度，就会发现原来啊，只有在亚运会、还有凤运会以及奥运会夺牌的选手才会获得终身退休金。2017年，根据大马美国体育学院 USSAM 首席资讯长 Bill Price 指出了马来西亚的体坛面对的问题，其中呢，我们认为最关键的是2个重点。第一，关注发展俱乐部系统，让国家的体育总会扮演行政的决策，俱乐部呢则是负责训练运动员，这2者之间的关系呢应该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恶性竞争。第二，需要商业机会，让团体以及个人都能获利，这样子呢俱乐部才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栽培运动员以及聘请教练等等。这2项建议呢是源自于研究人员的观察。国家体育总会缺乏策略规划，也鲜少竞争的这个机构，多数的这个运动员没有俱乐部的单位，体育总会没有系统的保留会员的记录，还有这一些组织的财务报告还有程序都需要有很大的改善。再来下一个重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大马奥林匹克理事会前秘书谢国际呢，就曾经批评大马体育总会领导层呢是病入膏肓，国内多个州体育总会的这个要职呢都是由某一些人长期担任，而这些人呢控制了全国体育总会的改选。前青年与体育部长呢塞沙迪呢在任的时候也曾经表示，如果我们国家的体育领域要进步，那就应该要阻止政治人物参与体育协会。前羽毛球国手王友福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并且特别强调呢，大马体坛缺乏管理体育事项的专业人士，而最大的问题是存在着体育政治化。不知道你认同这些说法吗？我很好奇啊，看我们的影片的朋友会不会刚好呢有一些朋友呢是跟大马体坛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或者是运动员本身。我们希望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讯息，以及你们认为目前的体坛呢需要改变些什么，这样子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完整一般平民对于这一件课题的这个讨论的角度哦。欢迎用一杯奶茶的钱支持我们做更多的影片，走得更远。那当然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这些平台，那我们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content在这些平台出现。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啦，拜拜。